来了好几个师傅都修不了。这个热水器报故障代码 L9，热水器售后说是可能是外壳带电漏电，用电笔测，它这个水管不带电，很正常。那是热水器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呢？我也只能从电路上给它查一下。打开配电箱，找到热水器的电闸，拉掉电闸，然后再推上，这样就好了，热水器就没问题了。他们说有时候会报 L9， 那是不是地线带电呢？是不是地线不好？就是看一下这个地线吧。这有个接头，打开这个接头，拿出我的 S470， 把档位打到交流电压档，小档位。测量之前先确定一下哪个是零线，哪个是火线，然后测量地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来确定一下地线好不好。这个地线这样看是没问题。我认为零地线之间的电压，这个电压是正常的。那咋整呢？哪都正常。其实修电路就怕测哪正常。现在热水器也很正常，你说这怎么修？怎么查问题呢？我本以为一测零地电压，电压很高，就是地线的问题。但是看这个电压，地线没问题，地线还行，而且测的这个电压很正常。我直接懵了。接下来该怎么修呢？这个问题怎么去找？都没有方向，因为你测哪都正常。再看一下这个电压有没有变化，这个电压有没有波动？有，很轻微的波动。那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再把电压打到250伏档，测一下火地它们之间的电压，火线与地线。电压正常，记住表针的位置，测零火之间的电压，看一下表针还是那个位置。这也就是说它这个地线是做的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样看哪都正常，怎么找原因呢？看了看这个电路我也修不了，那就悄悄的想跑门都没有。1楼楼下总配电箱，到这来看一下地线，有个地线端子压了全楼的地线在这，可以啊，这样是没问题的呀。这个地线是没问题，感觉没问题，都接在上边，都压在上边，还得上楼，还得继续找，继续查。想跑不了，再测一下低电压，测零线和地线。我是想通过表针的变化来判断一下原因。电压变小了，变2伏了，这是啥原因呢？正常情况下，这个地线的电压，地线与零线的电压很稳，一般不会来回的变动。使出最后一招，不行就跑。一个表笔测地线，另一个表笔测零线，然后一路拉闸，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拉了前3路都没问题，表针都没动。看一下这一路拉闸，电压瞬间变小，什么原因呢？指定是有原因的。拉最后一个电闸，没有变化。那好吧，把其他的电路都送上电，看一下表针没有变化，记住表针的位置就可以了。接下来把这个电闸送上电，然后再看一下电压瞬间升高，然后慢慢的降低，这就是有问题啊。再验证一下，拉掉电压就变低，有问题。这一路它和热水器有什么关系呀？但是这一路它就是不正常。这一路是什么电器在漏电吗？可以测一下，拉掉电闸，达到测漏电的档位。你看这个表多方便，又能测电压还能测漏电。测零线与地线居然是漏电的，看表针摆动，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地线和零线是通的。
再测火线与地线，看一下。哟，这个摆动厉害呀，比零线更严重。然后慢慢的回位到这个位置不动了，什么问题呀？这一路指定是有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呢？测这个红线与地线，它有时候瞬间到头，摆动的跟刚才还不一样，就每一下它还摆动的不一样。然后回位到这个位置，可以测一下其他电路，也有摆动。哦，我带电测量了，这个是火线，是有电的，尽量不要带电测量，因为带电测量一是测的不准，摆动并不代表漏电，第二有可能会烧表，但是这个表是防烧的，是没问题的，还可以一摆到头。好了，那就找一下这一个有问题的电路。一送电，滋儿一声是厨房的声音，厨房的电器一通电，滋儿一声，那就去厨房看一下。看一下厨房电器，插着水壶、消毒柜。消毒柜他们说平时都不用，插着电不用，油烟机。那就先拔掉厨房所有的电器。这下边有吗？下边也有。这里面插着净水机，还有插着洗碗机，先把它拔掉，两个都拔喽。像这种平时修电路，这种电器漏电的不少，因为都进水呀。这个消毒柜得把罩拿开，在燃气罩下边有一个插座，看到了，拔掉这个插头，拔掉烧水壶，这样就拔掉了所有电器。再来测量一下漏电的现象还有没有，没了，好了，火线也没有，零线也没有，那就是电器的原因吗？测一下厨房电器，直接测插头，看漏不漏电。测零火插与地插，不漏电。消毒柜没问题，烧水壶没问题，烧水壶是刚插上的，又让我拔下来了，烧水壶一直没插。洗碗机有没有问题？修过好几次是洗碗机漏电，这次这个洗碗机没问题。把烧水壶插上，插上饮水机，插上洗碗机，然后在配电箱这里测量零火线与地线，都没问题。再插上消毒柜，再测量火线与地线一摆到头。你看一下摆动的位置，火线与地线摆动的位置。为什么要记住这个位置呢？等一下就知道了，先看，就到这个位置，火线与地线。再来厨房测，拔下消毒柜，测它的火线与地线、零线与地线，表针没动。我测一下零火线，你看一下表针摆动的位置，瞬间明了。再看一下啊，再注意看一下零火线摆动这个位置和我在配电箱测火线和地线的位置是一样的。你说这事儿就是这么巧？如果还不明白，就打开这个插座，你看一下，它的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又是这种故障，零线和地线接反了，火线接零的位置，地线接火的位置，零线接地的位置，它是彻底搞反了，这是个地线的位置，上面都标着呢地线。装插座的师傅失误了，这样我给他改过来了，零火地都接对了。这样恢复完所有电路，再测量零与地正常很好，不漏电，火与地很好。现在所有电器都插上电以后都正常，直接合闸送电。我还得测一下零地的电压，达到小档位，看一下是多少。零地的电压非常好，非常好，这样电路就正常了。也就是说热水器报故障代码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它虽然不是一路，但是能影响到它。这个闸应该换成漏电保护器，如果是漏电保护器，那它这个会跳闸，要换成这种漏保，就因为是断路器，接错线它也没跳。好了，这样维修就结束了，给厨房和卫生间换了2个漏电保护器，现在电路一切正常，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他这个装修的时候，如果都换成漏保，也不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及时的跳漏保，及时的发现问题。还好今天没有逃跑。感谢您的观看，请多多指点。